太阳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家园，位于银河系边缘的猎户悬臂区域，仅占整个星系体积的极小一部分。它由8颗主要行星构成，这些行星沿着各自稳定的轨道，围绕着一颗中等质量畸形光谱的恒星太阳不断公转，构成了一个动态而有序的天体系统。然而，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行星的运行轨迹，会发现它们展现出一种非随机，甚至颇为特殊的排列方式。几乎所有行星的轨道都分布在一个称为黄道面的共同平面之中，呈现出一种强烈的轨道共面特征。这种高度共面的轨道结构并非偶然，而是太阳系在诞生初期的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这起源于大约46亿年前，一片原始的气体和尘埃云，也即太阳星云，在自转与引力坍缩作用下逐渐扁平化，并保留了原始角动量所决定的旋转方向和平面结构。我们可以将这个黄道面类比为一个扁平的轨道盘，行星如同赛车一般沿着这个无形的宇宙赛道绕着太阳运行，每颗行星都有自己的车道和速度。这轨道平面与太阳的赤道几乎对齐，虽然存在细微偏差，但整体方向高度一致，反映了星云演化的角动量整个系统布局的控制力。然而，在这个总体规律之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与扰动，各行星轨道并非完全共面。实际上，每一颗行星的轨道都对黄道面存在一个称为轨道倾角的夹角，数值虽小，但在动力学上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水星的轨道倾角约7度，远高于其他主行星，是主行星中最为显著的轨道偏离之一，而被重新分类为矮行星的冥王星，其轨道倾角高达17度，并呈现高离心率与非典型轨道，是动力学异常的代表。那么，如果我们再看那些来自更远区域的天体，例如彗星，它们的轨道特征则更为复杂和极端。彗星的轨道分布似乎完全忽视黄道面的结构约束，运行轨道在空间中呈现更高的离散性。许多长周期彗星源自太阳系边缘的遥远区域，如奥特云，它们沿着与黄道面高度倾斜，甚至几乎垂直的轨道进入内太阳系，犹如一根针垂直穿透唱片，切穿整个行星轨道盘。那么，如果所有行星都聚集在这个轨道盘中，那么它的上方与下方，也即垂直于这个结构的空间区域，到底隐藏着什么？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不仅是关于物理结构，更牵涉我们对方向这个概念的宇宙性理解。而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迫使我们重构关于上下左右等空间方位概念在太空中的相对性认知。在地球上，由于地心引力的存在，上与下是清楚而绝对的。我们习惯以地表为基准建立方位体系，我们脚下是坚实的大地，头顶是浩渺的天空，这是由地球重力场所决定的人类直觉经验。这种感知建立在一个明确的物理机制上，地球引力将所有物体拉向地心，因此我们可以从任何地方区分出上与下。然而，一旦进入失重环境的太空，这套上下逻辑彻底失效，因为那里没有绝对的重力中心作为参考。在宇宙空间中，没有所谓的地面或楼层，一切方向都具有等价性。同样，也不存在任何普遍的上方或北方，所有方向只是人为定义的参考坐标。在轨道中漂浮的太空人 A 看似上下颠倒，但与太空人 B 相比，他们各自的方向感知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且在物理上完全等效。空间方向在宇宙中是相对的，其定义取决于参考系的选择，即你从哪里看。一个位于银河盘上的观察者可能看到星系是横向展开的，而另一个位于星系晕的观察者则可能看到同一个结构以完全不同的角度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通常会将太阳系的轨道平面，也就是黄道面，作为参照，在此基础上定义所谓的上方与下方空间。换言之，我们人为的将黄道面当作水平面，从而在想象中赋予宇宙方向感。但这种方向性本质上就是主观设定。
基于这个方向划分，我们便能够有逻辑地探讨太阳系结构在黄道面上下的分布情况，揭示更广阔的宇宙景观。而沿着这个垂直于黄道面的方向逐步探索，我们开始接触一些出乎预料且极具宇宙尺度意义的结构。在远离行星轨道的边界区域，科学家推测存在一个包裹整个太阳系的稀疏天体壳层结构，称为奥尔特云。它被认为是目前太阳系中最神秘、最难以直接观测的外层结构。与行星或柯伊伯带等分布于黄道面附近的扁平结构不同，奥特云被假定为几乎各项同性的球壳形态，呈三维包围状，构成了太阳系引力影响力的极限边界。目前主流理论认为，奥特云环绕太阳系的范围可达5万至10万个天文单位，约为比邻星距离的1/4至1/3，构成了太阳在星际介质中引力主导的最外层位能壳。换算为标准单位，这个范围大约相当于5万至10万天文单位，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5万到10万倍，接近0.8至1.6光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宇宙尺度。奥尔特云预计包含数兆个冰质小天体，它们大多由水冰、氨冰和甲烷冰组成，是太阳系形成早期遗留的原始物质残片，处于极低温、极弱光照的环境。这些冰体被认为是原行星盘中未被行星吸收的构件块，是太阳系形成过程中的化石证据，记录了早期物质分布与动力扰动的历史。在太阳系形成早期，这些天体受到木星、土星等气态具行星引力的弹射效应，透过引力扰动机制，如三体散射，被抛射至远离主行星区的边缘空间。其中一部分天体获得足够动能，完全逃离太阳引力，成为星际天体；另一部分则被捕获在极远周期极长的封闭轨道中，最后聚集形成了今天所推测的奥尔特云结构。最引人入胜的是，这一球状天体云从三维空间的各个方向对太阳系进行包裹，仿佛我们处于一个由冰体构成的隐形边界之中，悬浮在广阔而寂静的星际空间中。然而，到目前为止，奥尔特云仍未直接观测到，其存在完全建立在彗星轨道动力学的间接证据之上。它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建构模型，由大量长周期彗星的远日点统计分布所推演得出，尚需未来深空望远镜与探测任务加以验证。例如，那些周期长达数千年乃至100万年的长周期彗星，其轨道远日点远超过柯伊伯带范围，轨迹显示它们源自于太阳系之行星影响力以外的遥远区域。彗星轨道倾角呈现高度各项同性，与柯伊伯带这种近黄道面分布结构截然不同。这支持了它们源自于一个大致球形、分布无方向偏好的天体库，即奥尔特云。继续沿着黄道面向上或向下延伸，我们将遇到另一个与太阳直接相关的重要结构——日球层 （Heliosphere）。这是太阳风与星际介质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磁性等离子体气泡。这个结构由高速日冕等离子体流，也就是太阳风，持续向外延伸而形成。太阳风主要由质子、电子以及少量 alpha 粒子构成，速度可达每秒数百公里。当这些带电粒子流扩展至远离太阳的空间区域时，它们会与星际介质发生冲撞，形成一个压力平衡边界，构成包围整个太阳系的等粒子保护层，抵御部分高能量宇宙射线。由于太阳系本身在银河系中以每秒200至250公里的速度向前移动，这一结构并非对称球体，而更像是被气流拉扯的汇状结构。太阳系在星际介质中的运动方向导致其前方的日球曾被压缩，形成弓波，而尾部则被延伸成细长结构，形似一滴被拉伸的泪珠。你可以将太阳系想象成一艘高速航行的船只，在星际气体中推进，前方掀起波涛，尾部留下轨迹。这艘太阳之舟在星际介质中形成弓波和尾波，这正是日球层形状变化的真实动力。虽然太阳风本身以球形向四周扩散，但来自星际空间的气体和尘埃，也就是星际介质，
在与其碰撞时造成压力梯度，使得日球层呈现不规则形变。日球层的外边界称为日球层顶 （heliopause）， 是太阳风动压无法再克服星际介质静压的位置，标志着太阳影响范围的结束。在日球层之外，是恒星之间的星际空间，这一空间极广袤，温度极低，粒子密度稀疏，被称为星际介质，构成银河系中恒星与恒星之间的背景环境。然而，即便在远离行星轨道的深空之中，太阳系依旧并非孤立漂浮，它所在的位置仍处于银河系复杂的星际结构之中。在目前的位置上，太阳系正穿越一片称为局部星际源 （Local Interstellar Cloud） 简称 LIC 的稀薄气体区域，这是银河盘面中由多次超新星冲击波形成的云层碎片之一。局部星际云是一个密度略高于周围星际介质的区域，其粒子密度约为每立方公分 0.3 个质子，温度在6000至7000开尔文之间，含有微量的星际尘埃。值得注意的是，太阳系不仅在空间中移动，而且是在以相对恒定的速度绕着银河系中心加速运行，其路径呈现出一种椭圆与螺旋叠加的轨道。太阳的轨道速度约为每秒230公里，换算为约每小时828000公里。围绕银河系中心公转一圈所需时间约 2.31 年，称为银河年。在这长达数亿年的轨道旅程中，太阳系会周期性穿越不同密度的星际结构区域，有时进入恒星形成活跃的分子云带，有时则穿越超新星遗迹形成的空洞。局部星际云只是太阳系在这一漫长星际之旅中短暂停留的一个微小节点，它不会是终点，也不会是始点。这进一步说明，即便我们探讨的是远离黄道面、远离行星轨道的上下方向，太阳系依然处在银河系物质分布的宏观结构之内，并与之持续相互作用。太阳系周边的星际环境不仅具有明确的物理结构与粒子组成，也随着时间发生动态变化，与银河系中的磁场、星风、超新星残留等多种机制保持相互耦合。如果我们将视野继续拓展，会进入一个更庞大、更稀薄的结构中，那就是所谓的局部泡沫 （local bubble）。它是银河盘面中由多次超新星爆炸共同挖掘出的星际空腔之一。局部泡棉的尺度大约为300到500光年直径，其内部粒子密度低于典型星际介质2个数量级以上，堪称一个真正的低密度宇宙空洞。它仿佛银河系中的一个空腔气泡，其内部基本不含冷中性轻云，尘埃密度极低， X 射线穿透性极高，成为天文学家观测遥远天体的重要窗口。根据目前的观测与模式推算，这个泡沫最可能是由约10至20颗大质量恒星在1000万年前陆续经历超新星爆炸所挖掘出的低密度空间。这些超新星透过冲击波清空了局部空间的气体与尘埃，形成泡壁，而太阳系目前恰好位于这个泡沫结构的内缘区域，正在从其中穿行而过。这个结构的边缘及泡壁部分是多颗超新星冲击波相遇的交界区域，气体在此处重新聚集，形成密度梯度，是恒星形成的潜在播种场。换句话说，太阳系仿佛处在一个在宇宙事件雕刻而成的星际房间中，四周是超新星的余波所筑起的泡壁，宇宙墙体般的边界。那么，当我们继续思考这个泡沫边界之外，宇宙墙体之外，又隐藏着什么？答案是更复杂的分子云结构，更远的星际泡沫，更多尚未解析的星际演化谜题。银河系的中尺度结构远比我们所能想的更为多层次与动态。这一切观察都引导我们理解一个深层的事实：太阳系并非孤立的行星系统，而是更大结构中的一部分。太阳系不只是一个由恒星和行星组成的小范围动力系统，它是银河系这一具行星系中的嵌套子系统，深嵌在多层次的宇宙结构网络中。它构成银河盘晕、星际云、星团、暗物质晕等宏观结构网络的一环，其分布在三维空间中并非平坦，
向上、向下、向外无限延展，超出任何直觉视觉所能捕捉的范围。我们在教科书、网页或简化模型中常看到太阳系以二维俯视图呈现，形整齐如珠排列，仿佛一张固定的棋盘。这种表现形式传达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太阳系是一个平坦封闭的系统，与星际背景割裂，缺乏纵深结构。但真实的太阳系远非如此简单，它是一个结构复杂、边界流动且与外部宇宙持续互动的开放系统。在黄道面上下方向上，我们被奥尔特云的冰壳、局部星际云的尘埃、太阳风形成的等离子边界，以及超新星爆炸塑造的泡沫结构所层层包裹。太阳系在银河系中航行，如同一艘船穿越星际海洋，留下太阳风的涟漪，与星际磁场摩擦前行，不断穿越由远古超新星与恒星风所雕刻出的宇宙环境。透过识别太阳系在垂直于银河盘的方向上所处位置，以及其周边三维结构的特征，天文学家得以建构出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的空间坐标，进而建立银河尺度的参考框架。透过分析恒星气体与尘埃相对于银道面的位置与运动速度，科学家能够追溯银河系的动力学历史，包括恒星形成率的演化、超新星爆发的时空分布，以及推断暗物质晕在垂直方向上的质量分布特征。实际上，银河系的盘面本身存在轻微的翘曲与起伏，这种结构被称为银河翘曲，其成因可能与暗物质晕的不对称分布或卫星星系的引力扰动有关。银河系包含一个中央凸起的棒状结构、中央棒、多个悬臂以及一个明显的盘面弯曲，使得整个星系在边缘部分呈现波浪状起伏，而非规则的平面形态。包裹银河主盘的外层结构是银河晕 （Galactic Halo）， 这是一个低密度球对称的区域，包含稀疏分布的二型球状星团及老恒星，以及广泛分布的暗物质，构成星系重力式的外延边界。银河晕在垂直方向上延伸数十万光年，跨越银河盘上下，使得上与下的定义再次显示其依赖参考系的相对性。宇宙中并无绝对的方向，只有相对的空间框架。因此，当我们再次试图在脑海中描绘太阳系的模样时，或许应摒弃二维教科书式的平面图视角，转而采用三维动态开放式系统的宇宙认知方式。最好是尝试将太阳系视为一个不断运动、持续呼吸的天体系统，位于多层次的等离子体、尘埃云、冰体群磁结构与星际泡沫包围，并向上向下无限延展，连接着更遥远的宇宙领域。我们不仅仅是围绕太阳公转的星球，更是银河系引力芭蕾中一个优雅的参与者，在星海中随旋臂起舞，穿越磁场与介质，在每一个空间维度中都可能发现新的宇宙章节。而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在这数十光年、数千天文单位的复杂结构中，竟有一个直径仅约 1.27 万公里的蓝色行星，在其温和的轨道与稳定的恒星辐射下诞生了生命，一种高度复杂、极度稀有的现象，静静在宇宙混沌中自我演化。仅凭这一令人敬畏的事实，在数以亿计的恒星系统中，我们所处的这个微小角落竟孕育了意识与文明。我们已足以在宇宙中确立一份非凡的认知地位与存在意义。那么，了解了在太阳系黄道面上下潜藏的多层宇宙结构后，您觉得最震撼的发现是什么？是那看不见却可能真实存在的奥特云，如同冰质气泡般将我们包裹于亿万颗潜伏天体之中，还是那片由上1年前恒星死亡所吹出的星际空箱、局部泡沫，由爆炸遗迹构成的宏大宇宙房间？如果今天这段旅程改变了您仰望夜空的眼光，我们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与联想，让更多人一起思考宇宙的深度。如果您喜欢这种科学与诗意交织的宇宙探索，请点击喜欢，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您的赞与转发将帮助频道触达更多对宇宙充满好奇的人，我们也将因此继续制作更高品质的天文与宇宙内容。如果您还没有订阅频道，请点击下方按钮加入我们，一起走入宇宙的纵深探索。我们正准备带来更多震撼的内容，从遥远的系外行星
到银河中心的黑洞之谜，宇宙从未停止提供惊喜。如果你身边也有痴迷星空、爱科学的朋友，请将此影片分享给他们，一起仰望星辰，思索万象。感谢您的观看与陪伴，我们在下一次宇宙之旅中再见。